在劳累的一天结束时，你是否也曾感到那种挫败感？不是因为你做的工作，而是因为你逝去的经历。你的手间箱不再是一个工具，它成了你的主人。每一次新的统治都左右着你的情绪。一个有别人的恐慌着急的意外会议，不仅打断了你的流程，还彻底摧毁了你的生产力和心灵的平静。在企业风暴中，你感觉自己就像一片风中的鞋子，对每一次阵风、每一个紧急需求、每一个老板或客户的情绪变化都做出反应。你冷静而勤奋地交付高质量的工作，但这种冷静却被误解为缺乏抱负。你的稳定被视为被动。这是一场无声且消耗巨大的游戏。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什么？你环顾四周，看到混乱正在得到回报。你看到那些制造紧迫感的大事，那些生活在喧闹的反应状态中的同事正在晋升。他们不一定更有能力，但他们更显眼，在办公室的政治游戏中更喧闹。你感觉自己正在玩一个你不懂规则的游戏，一个奖励反应而非深思熟虑行动的游戏。这种感觉自己是个棋子，内心的平静持续被你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所挟持，是现代办公室里一种无声的流行病，而它正在从内部好进向你这样最优秀的专业人士。但如果我告诉你，这场游戏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你可以通过超越它，而不是玩它来获胜呢？如果真正的领导力、真实而持久的力量，不是源于喧嚣，而是源于沉默；不是源于对他人的控制，而是源于对自己绝对的掌控呢？在这段视频中，我不会给你生产力的技巧，我将教给你一把古老的心灵操作系统的钥匙，一种被皇帝和将军们用来在混乱中茁壮成长的技术。我们将在你身上安装短造4多个领导者的5项记录，让你成为称召的设计师，企业中的判事，不仅能在风暴中幸存，还能成为周围所有人的避风港。解决这种慢性反应状态的方法，不在于一个新的时间管理应用，也不在于有一本关于生产力的书。解决方法是你从内部建造的一座堡垒。我们谈论的是4多个主义，但不是历史书中那种尘封、学术的4多个主义。我们谈论的是它被设计成的样子，一个完整的心灵操作系统，一项用于沉默领导里的简短技术。这种哲学不是关于被动接受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它是关于短造一个如此坚固、如此不可动摇的内在力量核心，以至于外部事件失去了让你不稳定的能力。这是成为自己职业生活中原因而非结果的艺术。让我们重新定义领导者的含义。现代企业文化美化喧闹的老板，那种通过正式权威、声音大小、通过危机管理来领导的人。我们将在这里建立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不可动摇的轴心。4多个领导者不需要职位来领导，他是团队的中心，是恐慌和紧迫感浪潮冲击下平静的掩饰。你的冷静会传染，而许多人错误地与4多个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冷漠。我们用它的真名称呼它，压力下的战略清晰度。这是在其他所有人都迷失在燃烧的树林中时，能看到森林的能力，是基于原则而非恐慌做出决策的能力。想象皇帝哲学家马克·奥勒留，他在罗马帝国权力的顶峰时期进行统治，处理战争、瘟疫和背叛。他不是从一个安全的会议室里统治，而常常是在前线的帐篷里。他是如何保持理智和效率的呢？他将自己锚定在4多个原则上，在他的日记中为自己写作，如今被称为沉思录。他将这种哲学作为一种日常工具，来区分他能控制的和不能控制的医美的形式，并在绝对的混乱中找到秩序。今天，我们将把这种经过人类历史上最高压力考验的同样的性质技术调整并安装在你身上。让我们从基础开始。第一项也是最关键的纪律是感知的纪律。如果你的心智是一座堡垒，那么感知就是入口的大门。战斗在开始之前，就在这里决定胜负。
所有在工作环境中困扰你、让你不稳定的东西本身并没有力量，力量是由你的解释、你的判断赋予的。你无法控制外，不是结发生什么，但你对你脑海中形成的第一个想法、第一个印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掌握这一记录，是成为一个燃烧的反应者和一个沉着的战略家之间的区别。你在这里重新获得控制权，规则说起来简单，但需要每日联系才能掌握。正如斯多葛哲学家艾比克泰的所说，他曾是一名奴隶，但拥有比他助人更自由的心灵。困扰人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他们对事物的判断。你需要将这句话刻在心里。一封紧急邮件本身并不会带来压力，是你，这是一场灾难的判断创造了压力。一个批评性的反馈不是人身攻击，是你，他认为我无能的解释导致了痛苦。你的任务是在事件和你的反应之间创造一个空间。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因为你的心智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被变成来做完全相反的事情。它是一台创造意义、连接点和构建叙事以确保你生存的机器。它不等待思识，它直接跳到结论，尤其是负面结论，因为假设灌木丛中的噪音是老虎更安全。在办公室里，这种变成转化为不必要的恐慌。你的心智对戏剧上瘾，对创造受害者或灾难的故事上瘾。打破这种瘾需要有意识和刻意的努力。你正在与自己反应的天性做斗争。让我们用演讲的比喻，你站在房间前面展示你的项目，在一个关键的幻灯片中间，你注意到你的老板皱起了眉头。对于反应性的专业人士来说，这就是红发电。心智不仅记录了事实，他额头的肌肉收缩了，他引发了一场判断的雪崩。他讨厌这个演讲一团糟，我的心欲完了，我就是个骗子。我为什么要尝试呢？我想要的那个晋升没戏了。在微妙之间，一个中性的观察变成了一个彻底失败的判决，都害了你接下来的表现。这一个在男性的解释并不会在会议结束后停止，他会跟着你回到你的办公桌，他会破坏你下午余下的专注力，他让你质疑自己的能力，让你充满焦虑。你开始躲避老板，把他每一个眼神都解读为对你失败的确认。你本该专注于生产性行动的精力，现在完全被你脑海中的一场内战所消耗，一场由你自己编造的故事引发的战争。你成了一个有自己时空的感知所创造的有灵的囚徒，而这一切仅仅因为另一个人脸上一个简单的肌肉运动。现在，让我们倒带场景，用你新的4多个操作系统来执行它。你在演讲，老板皱起了眉头。你内在的4多个领导者应用了记录，他创造了空间，他将时间与判断分开。原始不可否认的事实时，他的额头皱了，句号。其他的一切，他讨厌他。我的职业生涯完了，都被归入一个独立的类别，我的介释。这是一个故事，一个理论，而不是证据。通过做出这个简单的区分，情绪的雪崩在源头被阻止。你不再用更多的恐慌来喂养它，你带着好奇心观察它。心智清晰后，称招的设计师开始逻辑和客观地分析事实。额头周期的可能原因是什么？也许它只是在集中精力处理你呈现的一个复杂数据，也许它对某一个具体观点有意义。这是一个进行建设性辩论的机会，而不是人身攻击。也许他想起了一张需要支付的账单，或者他头疼。通过拒绝接受第一个在男性的故事，你打开了一系列的可能性，其中大多数与你完全无关。你保持控制，因为你拒绝为一个幻想做出反应。这项记录的实际结果是节省了大量的精神和情感能量。当别人在基于假设的焦虑和愤怒循环中耗尽自己时，你保持冷静、专注，并立足于现实。你拿曾经是恐慌和不安全感有乐场的心智，变成了一把手术刀。你处理的是事实，而不是你担心的可能。这不仅使你更有效率和生产力，
也让你成为团队中一个令人安心的存在。他们看到你不会被琐事动摇，你的稳定不依赖于有利的外部环境。因此，你的第一个任务是，从今天起，你将在自己的工作中成为一名显示的侦探。对于每一个涌现的负面情绪浪潮，焦虑、愤怒、恐惧，停下来，暂停，然后问自己2个关键问题。第一，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剥去任何形容词或戏剧性，原始的事实是什么？第二，我正在对自己讲述的关于这个事实的故事是什么？学会看到区别。你的自由就存在于事实和你选择相信的故事之间的那个空间里。通过住在你的感知，你并没有变得冷漠或无动于衷。相反，你拒绝成为一个扭曲且充满情感的现实版本的奴隶。你不再是你自己心之所写的喜剧中的主角，而是成为导演，以冷静、清晰和无人能夺走的力量观察场景。这是你堡垒的基础。用你所有的一切捍卫这扇大门，因为你整个内在帝国都将从这里建立起来。在感知的门被收尾之后，我们进入第2项纪律——行动的纪律。这是将清晰转化为结果的工具。在这里，我们将著名的4多个控制而分法应用于日常工作战场。规则极其简单，在任何情况下，有些事情在你的控制之下，而另一些则不然。你的平静和效率完全取决于你将100%的精力集中在第1类事物上，并对第2类事物采取平静接受的能力。这听起来容易，但却是存在的最困难和最具变革性的事件之一。内心的冲突很深，因为我们被教导要关心结果。我们习惯于将我们的价值和幸福与最终在我们完全控制之外的事物联系起来。客户的最终决定，我们老板对我们工作的看法，我们渴望的今生市场对产品发布的反应，我们的心智自然而然地固定在结果上，在奖赏上，在外部验证上。将这种能量从结果转向过程，从可能发生什么转向我现在能做什么，这与我们所有的社会变成以及我们自己的自我背道而驰。想象一个弓箭手，反应型的弓箭手，普通的专业人士，将他所有的精力和焦虑都集中在靶子上。他担心风、距离、食物的可能性，以及如果他是无聊，别人会怎么想。他的心智在结果上，因此他的手在战斗。另一方面，4多个弓箭手里借控制而分法。他知道风向、一直飞过的鸟或靶子的移动都在他的控制之外，所以他接受他们。他将100%的注意力放在他能控制的事情上。他弓的质量，他姿势的稳固，他呼吸的平静、瞄准的动作，以及释放间的精确时刻。释放间的动作是他控制的重点。一旦坚持线，他的命运就属于宇宙了。4多个弓箭手已经以完全的卓越完成了他的工作。他不对结果感到痛苦，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做了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你的工作中，你就是那个弓箭手。你在演讲中的努力，你研究的质量，你邮件的清晰度，你为会议做的准备，这些是你的行动。你控制你的努力、你的意图和你的政治。客户的最终决定，老板的批准，项目的成功，那就是靶子。专注于以最好的方式射出那支箭。这项记录将你从外部验证的情感过山车中解放出来。如果你尽了最大的努力，而项目因为你无法控制的市场原因失败了，没有理由自责。你履行了你的职责。如果你提交了一份无可挑剔的提案，而客户因为价格问题选择了竞争对手，你不会感到被贬低。你评估你的过程，学习，然后专注于下一支箭。你的自尊与结果脱钩，而是锚定在你的行动质量上。你找到了一种新的自豪感，一种基于你的品格和你的职业道德的自豪感，而不是别人的掌声。想象你的日常代办是响清单。反应性的专业人士写道，获得项目 X 的批准，这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4多个领导者写道，
为项目 X 准备并进行最好的演讲，这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看到这个微妙但强大的变化了吗？一个目标让你受制于人，产生焦虑；另一个让你掌控自己的努力，产生专注和能力。将你待办事项清单上的每一项，都从一个外部结果转变为一个你可以卓越执行的内部行动。这不是对平庸或缺乏雄心的邀请，相反，这是通往卓越的最可靠途径。通过释放你过去花在担心不可控事物上的精力，你将其中心导向你的工作质量，从而使好的结果更有可能出现。但即使它们没有出现，你仍然保持完整、平静、不可动摇。你不是由你的外部成功或失败来定义的，而是由你行动的一致性和美德来定义的。你成为一个专业人士，其质量是一个常数，无论外面的风暴如何。你通过应用行动的纪律所获得的力量是人性。障碍不再是挫折的来源，而仅仅是常境的一部分。他人的意见不再是对你价值的判决，而仅仅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数据，就像弓箭手的风一样。你以力量和目的行动，但带着一种轻松的精神，知道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并接受任何结果。你变得有效，因为你停止尝试控制世界，而专注于控制你唯一真正能控制的东西，你自己。从今天开始，审视你的担忧和你的目标，在一页纸的中间画一条线，在一边列出所有100%在你控制之下的东西，你的态度、你的选择、你的努力、你的话语；在另一边列出不在你控制之下的东西，他人的反应、经济董事会的决定。现在向自己庄严宣誓，你将只把你的生命能量奉献给页面的第一遍。这就是练习，这是通往强大行动和内心平静的道路。这是历史上伟大领导者和实干家的秘密。他们并非对困难或意外结果免疫，他们只是明白他们真正的能动性所在。他们是自己努力的主人。通过效仿他们的榜样，你不再等待条件完美才行动。你不再为自己缺乏进展而责怪外部因素，你为自己的领域承担起彻底的责任，并以一个知道胜利不在靶心，而在与完美射箭动作的人的称照自信来行动。现在你守护着你的感知并集中你的行动。我们来到了内在的城堡，你堡垒的核心意志的记录。这是加强你对抗职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困难的人性的事件。这不是盲目的乐观，期望一切都会顺利。恰恰相反，这是可以练习预见最弊情况，以便对它免疫。4多个排程之谓 premeditatio malorum， 即对恶的预谋。这是训练你的心智去面对你，进而不被其击垮。这里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积极思考，我们被灌输这样的观念：想象成功是实现它的途径。思考失败、拒绝或灾难的做法似乎是病态的、悲观的、和耍的气泛的。我们的自然本能是避免思考屁事，推开卜卦，并期盼最好的结果。意志的记录要求你逆流而上，在龙出现之前就直视他的眼睛，不是为了感到被打败，而是为了感到有准备。它是对焦虑和意外冲击的解读机。想象你明天有一个关键的会议，要展示你工作了数月的那个项目。反应性的专业人士正弯都在想象成功、掌声、批准，它依赖于这种幻想来获得自信。但如果在会议期间出了问题，投影一批了，一位董事提出了一个敌对的问题，数据受到质疑，他就会崩溃。他的乐观城堡是玻璃做的，在与现实的第一次撞击中就粉碎了。他对你竟没有计划，因此完全被他所支配。另一方面，4多个领导者事件 premeditatio malorum， 在前一天晚上，他静坐几分钟，思考最屁的可能情境。如果投影一批了怎么办？他为每个人准备一份打印副本。如果 X 董事用难题攻击我怎么办？他研究了项目的可能弱点，并准备了检视而冷静的回答。如果最后
他们讨厌并拒绝一切怎么办？他在心理上为这种可能性做好了准备，提醒自己他的价值不在于他们的批准，而在于他所做工作的质量、行动的记录。通过这样做，他不是在给自己灌输悲观主义，实际上，他是在为自己接种对抗恐惧和量压的疫苗。他在消除以外的力量。当这些情境中的一个真的发生时，他的心智不会恐慌，相反，他会识别情况并思考：我来过这里，我对此有计划。他把潜在的障碍从恐惧的来源转变为一个需要解决的战术问题。他变得泛脆弱，冲击和困难不仅不会打垮他，反而使他更强大、更有准备。这种做法延伸到会议之外。在发送一封重要的电子邮件之前，想一想，他们可能对这封邮件做出最派的解读是什么，然后终写得更清楚。在开始一个项目之前，问这个项目可能在哪些地方失败，并制定应急计划。你不再基于希望来运作，而是开始基于准备来运作。你的信心不再是脆弱的，基于一切都会顺利的信念，而是变得坚固，基于即使一切都出错了，你也能处理情况的确定性。你陆皇帝的伟大到使塞涅卡建议练习贫穷，这样就不会害怕失去财富；演练流芳，这样就不会害怕失去权力。在我们的企业背景下，这意味着在心理上演练负面反馈、项目悲剧，甚至失去工作，不是为了受苦，而是为了意识到你会幸存下来。你比你的焦虑让你相信的更有韧性。通过在你心智的安全环境中面对这些恐惧，你驯服了他们，他们失去了对你情绪和决定的控制。你从意志的记录中获得的力量是勇气。真正的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在恐惧中行动的能力。而在恐惧中行动的最好方法，就是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如此充分的准备，以至于它变成了你计划中的有一个变量。你带着一种沉着的但是行动，不是因为你傲慢或天真，而是因为你已经思考过失败并与之和解。这让你能够承担经过计算的风险，即使在困难时也说出真相，并以政治而非恐惧来领导。从校初开始，在你下一个挑战性任务之前，留出5分钟，闭上你的眼睛，问问自己，这里可能会出什么错？想象那个场景，感受那针不挂，然后冷静地开始计划你的应对。你会怎么做？你会如何表现？你会使用什么资源？反复这样做，你会注意到一个深刻的变化。对未来的焦虑将被对自己处理当下能力，无论当下如何的信心所取代。你正在锻造钢铁般的意志，一种在压力下不弯曲，在混乱中不破碎，在不确定性中不动摇的意志。大多数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试图避开障碍，而呢，斯多哥领导者学会了将它们用作你的原材料。正如马克·奥勒留所说，路上的障碍变成了路。有了意志的记录，你不仅能面对火焰，你还能放火。当你的心智为你静坐好准备后，我们现在来茉莉领导者武器库中最被低估且最强大的工具之一——沉默的记录。在企业世界喧闹的混乱中，每个人都在争夺发言时间，手尖像在尖叫着要求关注。会议因空洞的意见而拖延。战略性的沉默是一种超能力，这不是被动或恐惧的沉默，而是一种观察、力量和意图的沉默。这是不做出反应，像工匠一样精心选择你的言辞，并且只在能增加真正价值时才开口的能力。内心的冲突是我们渴望被听到，通过参与来证明我们介质的需求。沉默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我们感到压力，要填补对话中的每一个停顿，要立即恢复每一封邮件，要对每件事都有一个看法。我们相信我们的能见都与我们的音量直接相关。在会议中保持沉默，可能会被我们的自我解读为我们不知道答案，或我们没有参与的信号。沉默的记录要求你对抗这种对外不验证的需求，
并在克制中找到力量。想象观察者的力量。当会议中的每个人都忙于发言，打断别人，捍卫自己的立场时，4多个领导者却保持沉默。但这不是空洞的沉默，他在观察。他不仅在听言辞，还在听坊间里的权力动态，夸夸气叹背后的不安全感，以及没有被说出来的事情。他在收集信息，看到整个期盼，而其他人只专注于自己的妻子。他的沉默不是缺席，而是一种强大而专注的存在。当他最终开口时，他的话语具有不成比例的分量，因为没有参与琐碎的噪音，他的贡献脱颖而出。他不重复已经说过的话，他不为了填补空间而说话，他说话是为了综合，为了重新引导对话，为了提出一个没人想过的问题，或者为了提供一个解决问题根源的方案。而这个根源是他在其他人讨论症状时观察到的。他的沉默放大了他言语的影响力。他实践了阿基老斯国王的建议，让你的话语少而精。这项记录直接适用于数字通信，你不需要在5分钟内回复每一封电子邮件。这种持续的反应性会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跟着别人的节奏走。联系数字沉默，留出特定的时间段来检查和恢复电子邮件。3个小时后发送的一封深思熟虑、措辞的档的回复，比30秒内发送的仓促、不完整的反应要有价值的多。沉默给了你思考的空间，让你变得有战略性，而不仅仅是反应性。你的时间和注意力是你最宝贵的资源，不要把它们交给每一个同志。沉默也是你对抗挑衅和消极情绪的最佳防御。当同时发表被动攻击性的评论或客户发送一封愤怒的电子邮件时，自然的冲动是立即回应，为自己辩护、反击。4多个领导者时间暂停，他明白，立即的反应几乎总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通过给自己沉默的礼物，即使只有几分钟，他让情绪的密雾消散，让理性的清晰取而代之。很多时候，最强大的回应就是没有回应。马克·奥勒留为自己写道：“最好的报复就是不像你的敌人那样。当你一冷静回应愤怒，一深思熟虑回应紧迫，一沉默回应混乱时，你不仅控制了局势，你还展示了一种他人无法动摇的力量。你拒绝讲到他们的水平，拒绝玩他们的游戏。你通过自己的称召来以身作则。你拒绝参与喜剧，最终正是这种借了喜剧。你从沉默中获得的力量是权威，不是知味的权威，而是从一个完全控制自己的人身上自然散发出的权威。人们会学到，当你说话时只得一听，他们感受到你冷静的存在，在你身边感到更安全、更专注。你成为重力的中心，不是因为你制造了更多噪音，而是因为你是噪音中清晰和稳定的源泉。力量不会呐喊，它观察、倾听，并一手主办的精确都行动。你在这项记录中的任务是练习暂停，在会议上发言前问问自己：这需要说吗？需要由我来说吗？需要现在说吗？在恢复一封条信性的电子邮件前，等1个小时。在填补一个不舒服的沉默前，只是呼吸和观察。当你停止反应并开始观察时，发现会发生什么。沉默不是空的，它充满了答案、清晰和巨大的力量。最终，沉默的记录是关于能量的节约。每一句不必要的话，每一次冲动的反应，每一次无用的争论，都是你精神力量储备的泄漏。通过封堵这些泄漏，你积累了大量的能量，可以将其导向真正重要的工作，导向真正能推动进程的决策，让别人在噪音中耗尽自己。你将从一个平静、力量和战略型沉默的地方运作。我们来到了路程的顶峰。这一记录将所有其他记录联系在一起，并赋予他们一个更大的目的——责任的记录。这是4多个概念中的 Amor。你从沉默中获得的力量是权威，不是自卫的权威，而是从一个完全控制自己的人身上自然散发出的权威。人们会学到，
当你说话时，值得一听。他们感受到你冷静的存在，在你身边感到更安全、更专注。你成为中立的中心，不是因为你制造了更多噪音，而是因为你是噪音中清晰和稳定的源泉。力量不会呐喊，他观察、倾听，并以手足般的精确都行动。你在这项记录中的人物是练习暂停，在会议上发言前，问问自己：这需要说吗？需要由我来说吗？需要现在说吗？在回复一封条信性的电子邮件前，等1个小时；在填补一个不舒服的沉默前，只是呼吸和观察。当你停止反应并开始观察时，发现会发生什么？沉默不是空的，它充满了答案、清晰和巨大的力量。最终，沉默的记录是关于能量的解约。每一句不必要的话，每一次冲动的反应，每一次无用的争论，都是你精神力量储备的泄漏。通过风度这些泄漏，你积累了大量的能量，可以将其导向真正重要的工作，导向真正能推动进程的决策，让别人在噪音中耗尽自己。你将从一个平静、力量和战略型沉默的地方运作。我们来到了鲁城的顶峰，这一记录将所有其他记录联系在一起，并赋予他们一个更大的目的——责任的记录。这是4多个概念中的 Amor Fati， 热爱你的命运，应用于职业背景。这并非被动的顺从，而是对自己角色的积极、热情的接纳。这是决定做好你的工作，无论它是什么，都以卓越、目的和一种匠人精神去做，不是为了奖励、认可或赞扬，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这是你对整体的贡献。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对外部验证的无休止追求，以及认为幸福在于下一个职位、下一次加薪、下一个完美项目的信念。我们习惯于将当前的工作视为跳板，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们抱怨那些我们认为低于我们身份的人物。当我们努力没有被注意到时感到沮丧，当奖励没有到来时失去动力。责任的纪律要求你在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找到意义和卓越，将平凡转化为一种美德的实践。这里的比喻是雕塑家，反应性的雕塑家抱怨大力士，他说石头太硬，有很多瑕疵，如果有一块更好的大力士，他就能创作出杰作。他责怪工具、工作室、客户，他的焦点总是在于他的环境有什么问题。另一方面，4多个雕塑家接受给他安排的大力士，连同他所有的纹理和不完美。他明白他的任务不是抱怨石头，而是尽可能好地使用它。挑战、障碍、石头中的瑕疵都成为了艺术本身的一部分。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大力士。那些乏味的人物、难相处的同时、令人沮丧的项目、有限的资源，所有这些都是你的石头。责任的记录是拿起凿子，带着一种使命感开始工作的决定。将每一个挑战不是为你工作的障碍，而是为工作本身。你爱上的是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无论环境如何，你在尽力而为的行为中找到了深刻的满足感。正如马克·奥勒留提醒自己的：我一生的工作，我的天职，做一个人本性所要求的事。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你的动力来源。你不再仅仅在老板看着的时候才努力工作，你的职业道德变成了一个个人品格的问题，而不是为观众表演。你以同样的谨慎和尊重恢复一位初级客户的电子邮件，就像你恢复 CEO 的邮件一样，因为你的卓越标准是内在的，不依赖于对方的地位。你在一天结束事情里，你的办公桌，不是因为有人命令，而是因为你在秩序和完成的责任中找到了尊严。这项记录让你变得廉洁。如果你的满足感来自于医美的履行你的责任，那么没有人能从你这里夺走它。老板可以拒绝你的晋升，同时可以抢走你的功劳，项目可以被取消。对于反应性的专业人士来说，这些都是毁灭性的时间。对你4多个领导者来说，他们是外部的，他们无法轰击你内心的城堡，
因为你的回报在你以最大的努力和政治执行任务的那一刻就已经受到了。你的平静不再世代受聘，这也是一身作则领导力的最高体现。你周围的人会注意到，他们看到一个不抱怨、不走捷径、承担责任，并在每项任务中找到尊严的人。这种态度极具吸引力，它比任何激励性的演讲更能激发信任和尊重。你成为团队卓越的标准，不是通过要求别人做到，而是通过毫不留情地要求自己做到。你不是用言语来领导，而是用你行动中的品格来领导。你通过责任的记录培养的力量是目的。你停止寻找一份能让你快乐的工作，并开始在做好你的工作中找到快乐。你明白任何职位，无论多么卑微，都可以成为世间美德的平台。耐心、记录、勇气、公正。你的职业生涯不再是你焦急攀登的阶梯，而变成了你用心和自豪雕刻的雕塑。杰作不是你达到的职位，而是你在此过程中成为的专业人士。因此，你的最终任务是拥抱你的岗位。看看你的职位描述，你的职责，不要把它们看作是一系列任务，而是看作是你4多个时间的竞技场。每天早上问自己，今天我如何能以卓越和美地履行我的责任？然后专注而投入的执行，直到在每一个精心完成的小行动中，你都在建造一些不可摧毁的东西，你的品格。做正确的事，不是因为有人在看，而是因为你在看。这才是最终的自由，不是做你想做的事的自由，而是在你必须做的事情中找到意义和目的的自由。这是将义务转化为机会的转变。通过热爱你的职业命运，你成为了他的主任。你停止与你的现实抗争，并开始将其转变为你的艺术品。当你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一种领导行为时，你不需要一个头衔来成为一个领导者。这就是4多个领导者的完整循环。你住在你的感知，一边如实地看待世界。你将你的行动集中在你所能控制的事情上。你训练你的意志，一边在你镜面前保持人性。你使用沉默，一边以力量和清晰来行动。你用责任的记录将这一切联系在一起，在每一刻找到目的和卓越。你不再是风中的蝎子，你是岩石，你是轴心，你是你自己注境和效率的设计师。你已经看完了这份文稿，但你的真正旅程才刚刚开始。我们探讨的5项纪律，感知、行动、意志、沉默和责任，不仅仅是知识概念，它们是在锻造你品格是日常使用的钢铁工具。你开始看这个视频时，可能感觉自己像风中的蝎子，任由企业风暴摆布。现在，你拥有了自己内心堡垒的建筑蓝图。你明白，真正的领导力不是关于控制他人，而是关于对自己绝对的掌控。你寻求的平静和力量，不在于尽生活赞扬，它们在于你日复一日在压力下应用这些原则的能力。然而，转变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解，它需要一个一致的行动，一个承诺。如果你决心不再做别人游戏中的棋子，并开始建立自己的内在帝国，那么现在就宣布你的第一个控制行动，去评论，去写下我的思想，我的规则，作为对自己庄严的实验。这不是给我的评论，这是与你更强大版本的合同。如果你看到了这里，吸收了每一项记录，也请评论。我看到了最后，这样我们就能认出彼此，并形成一个沉默领导者的军团。订阅一掌握其他工具，并加固你的城堡。技术稳定是会传染的。通过成为混乱中的演示，你不仅拯救了自己，还成为了别人的避风港。分享这个视频不是为了帮助我们，而是作为你第一个外在的领导行动。想一想，你团队中、你生活中那个被反应性风暴席卷的人，把这些工具交给他。力量最大的展示是帮助他人找到自己的力量。工作从现在开始，停止反应，开始建设，捍卫你的思想，履行你的责任。今天就建立你的内在帝国。